大雄被全镇通缉，哆啦 A 梦在家远程指挥，这集未免也太刺激了吧，简直全程高能。妈妈那天买完菜来到大雄房间里一看，这简直乱的就像是狗窝，说好要收拾的房间却是一点没收啊！妈妈当即火冒三丈，要找大雄的麻烦，但是大雄人呢，怎么不在家呢？原来他还在学校里补作业呢。大雄想起自己家里那一堆烂摊子，其他作业都不补了，把没写完的往书包里一塞，就打算跑路。老师在后面气得跳脚，都没能把人留下来。谁知道半路上又碰上了胖虎一群人，一个棒球砸到了他脑壳上，大雄把砸到自己的球棒扔了出去，没想到又砸坏了神城先生的盆栽。今天大雄出门估计是没看黄历，简直就是一路倒霉到家了呀！神城先生向来脾气不好，脑袋都气冒烟了，要找这群孩子的麻烦。可此时大雄早就开溜了，胖虎等人只好齐齐出动，追捕罪魁祸首大雄。胖虎在街上都贴满了通缉令，用10本漫画悬赏大雄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一回家就被妈妈的低气压吓得瑟瑟发抖，他赶紧掏出长得像插了根天线的眼珠子，组合巡逻球通知大雄。巡逻球听了命令，赶紧飞到了大雄前面。哆啦 A 梦借助这个道具和大雄通上了话，原来这玩意儿还是个对讲机。大雄正躲在树丛里等着哆啦 A 梦来拯救，然而哆啦 A 梦的神器任意门和竹蜻蜓竟然全都送去维修了。大雄又气又急，情绪都从巡逻球传送到了哆啦 A 梦这里。哆啦 A 梦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拿出了道路寻找图，用这个就能在地图上显示出安全的道路。然后哆啦 A 梦又拿出了障碍旗子，黑旗表示障碍，白旗表示你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大雄还等着你拯救呢。结果哆啦 A 梦定睛一看，这地图上怎么全是黑旗阻碍啊？大雄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还是乖乖举手投降算了。但是哆啦 A 梦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他戴上了耳机，坐上了控制台，一副专业大逃杀玩家的架势，开始远程指挥大雄逃亡。前面路口右转，好嘞，跑起来，成功绕过一个障碍。等等，这样会被抓住的，还是赶紧左转。另外的方向又有敌人来了，大雄小心啊！哎呦，知道的明白这是帮着大雄跑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 FBI 在这抓间谍呢。哆啦 A 梦一个指挥失误，大雄迎面撞上了小夫，吓得拔腿就跑。而就在这时，胖虎也从另一条路包抄了过来，小夫和胖虎瞬间就形成了两面包夹之势，大雄无处可逃了。小夫和胖虎迎面撞上，大雄被撞飞出去，刚好就摔到了一条狗狗身上。狗狗也是倒霉，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被砸中了，气得张嘴就要咬人。哆啦 A 梦看着那2颗黑白棋子挨的魔力转圈圈，也非常无语。大雄可真是好样的，还能半路上给自己加大难度啊！可对讲机小球又开始疯狂飙泪，救命啊！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只好掏出了棋子拦截棒，哐当一下挡在了黑子面前。狗狗面前也突然出现了一块指示牌，把它打晕了。哆啦 A 梦这都已经是属于造物主随意控制万物的地步了吧？多少有点子离谱啊，兄弟！脱离了危险的大雄又开始不听指挥乱窜，从臭水沟的夹缝中间偷偷溜走，眼看就又要回到神城先生的家附近了。结果刚好和扯下通缉令的神城先生正面相遇，靠着画的这么抽象的画像都能一眼认出大雄，这位神城先生确实有点东西。倒霉蛋小可怜大雄只好原路返回，谁知又撞翻了一个垃圾桶，那个垃圾桶照在了胖虎头上，那点垃圾正好就给他洗了个澡。看到这里，我都忍不住为四面楚歌的大雄默哀。胖虎顶着个鱼骨头也追了上来，这追兵数量怎么还越来越多了呢？哆啦 A 梦在家里只能一通胡乱指挥，大雄实在是无处可去，那就只能又跑回神城先生家那里去了。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但哆啦 A 梦觉得大雄总不会连大叔都跑不过吧？空地上，大雄趁着胖虎不在，想再次穿过人群，结果足球咻的一下又飞进了神城先生的院子里。这下完球了呀！神城先生大骂着跑出来，结果被门口的足球绊了一跤。大雄看见大叔没有追上来，还觉得奇怪，爬上前头一看，大叔摔得够呛，还在地上起不来呢。大雄赶紧跑上去关心问候，虽然这次并不是他的错，但之前那次确实是大雄的原因。最后大叔见大雄的认错态度良好，决定不和这个小屁孩计较了。毕竟真正让他生气的是大雄一做错事情就逃跑的这个行为。与此同时，在哆啦 A 梦的地图上，象征着敌人的这枚黑旗也瞬间消失了。
可大叔哪怕摔得站都站不起来了，还要坚持把这份盆栽送去参加比赛，因为除了去年之外，他都是冠军，所以今年他一定要再次拿奖。被感动的大雄决定帮神农先生把盆栽送到会场，哆啦 A 梦也非常配合，于是大雄的镇内突围大作战正式开始。没抓住大雄的胖虎叫上了所有的小弟，又把悬赏加了码。现在在10本漫画的基础上又加了5部游戏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小夫出资的，胖虎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哆啦 A 梦在地图上发现敌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开作战会议，赶紧通知大雄趁机冲向目的地。可话音还没落，那群黑旗就全部散开了，而且还是非常有组织有纪律的分起了小组追击。之前怎么没发现胖虎还这么有军事头脑呢？这么一来就只能不走寻常路了。大雄按照哆啦 A 梦的指令翻过围墙，手里那盆盆栽都差点摔掉。他颤颤巍巍的在墙头上走着，看的人是心惊胆战。小夫从望远镜里发现了大雄的行踪，胖虎得知消息，带着小弟们骑车赶来。这装备实在是专业啊！大雄2条腿又怎么能跑得过这2个轮子的自行车呢？大雄不知不觉就爬到了静香家的院子里，静香竟然又在洗澡。不愧是你啊，大雄，你那个眼睛往哪儿看呢？被泼了一身水的大雄顶着盆栽落荒而逃，面对前后夹击的追兵，大雄只能钻进了公园的树丛。但是公园里有个池子，为了赶时间，大雄只能淌水。你是看不见旁边就有座桥吗？这个池子越走越深，最后就只剩下脑袋顶上的盆栽还露在外面。胖虎已经在另外一边堵住了大雄的去路。然而一阵诡异的阴风吹过，一个纸箱突然朝着楼梯的方向挪了过来。大雄竟然靠着这个纸箱突出了重围，朝着巷子跑去。时间只剩下2分钟，他只要穿过巷子，再向右转，比赛会场就在眼前了。但是小夫已经带人骑车追了上来。大雄好不容易冲出小巷，却看见会场门口已经有敌人在守株待兔，所有的敌人都朝着会场聚集而来。时间只剩下1分钟，到了这种危急存亡之刻，大雄的白旗竟然消失了。原来是他躲进了大货车的后备箱里。胖虎带着人和他擦肩而过，但是躲在这里的他又怎么出得去呢？而且卡车司机已经上车，准备把车开走了。哆啦 A 梦只能操纵着巡逻球去胖虎那里谎报军情，把所有人都引去了其他方向。好了，就是现在！大雄跳下车，朝着比赛会场急速冲刺。眼前的小夫一眼就发现了大雄，他和胖虎扔了自行车就追了上去，就差那么几秒钟，大雄就能抵达终点。却不料被一颗石子绊倒，来了个平地摔，手里的盆栽也飞了出去，好在被人一把接住，真是有惊无险。胖虎扑上来按住大雄，就准备一顿教训，谁知道刚才接住盆栽的人就是他的妈妈。胖虎妈一把揪起胖虎的耳朵，我让你在家看家，你现在在这儿干嘛呢？最后被好好教训一顿的人成了胖虎。一旁的小夫也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下自己的漫画和游戏都没事了。那群追击的小弟现在才赶来，还准备抓住大雄换悬赏，小夫立马挡在他们前面，说通缉已经解除了，铁子们不用追了。哆啦 A 梦也看见地图里显示的黑气逐渐消失，神城先生的盆栽顺利参与了评选，大雄的危机总算解除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神城先生的盆栽广受好评，最后的冠军还是属于神城先生。另一边，哆啦 A 梦就像是一局游戏打通了关，坐在椅子上欢呼雀跃。但就在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家里还有2颗黑旗在等着大雄呢。对危机来临浑然不知的大雄，还在神城先生那里复命，没想到又从天而降一个飞镖，砸坏了大叔家的窗户。这群熊孩子还有完没完了？神城先生气得腰痛都好了，窜上楼梯破口大骂。看来大叔的身体还是依旧健朗呢。在外头走完雷锋的大雄美滋滋的回了家，谁知道一开门，妈妈和老师的怒气直冲天花板，差点把屋顶给掀翻。我们的小倒霉蛋大雄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小时候玩过什么好玩的游戏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